是啊，恭喜啊，太漂亮了，是吧？下走无才，得至高门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请君下马来，缓缓便商量。新父子催出来！新父子催出来！门额常时在，女士暂来客。这只法子是我亲手刻，赠你，留作纪念。杨坚，多谢你真心待我。杨家上下正直仁爱，应得善果，所有苦痛便由我一人承受。真好看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佳洛，你今日真的好美，仿佛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留在你的笑容里。在我心中，你一直都是眉眼温柔，君子如玉。王后驾到！在家做女冠娇莲，今作他妇信前缘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甚是想念你，早就想来看你。今日你出嫁，我是你姐姐，怎能不来？可是，你不是被禁闭佛堂吗？不要紧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来。我怎能让我的亲妹妹一个人出嫁呢？这些嫁妆都是本宫亲自为伽罗准备的。杨坚，你一定要好好待伽罗。本宫这个妹妹，从此就交给你了。王后，纳征当日我未说完的话，今日便一并说完。
我不会去三妻四妾。这辈子，我只有嘉洛一个妻子。如此，自是最好。嘉洛，这些嫁妆中有我当年的嫁妆，带来给你，就当是父亲母亲为你准备的。我独孤家的女儿出嫁，嫁妆理应是独孤家的。谢谢你，姐姐。这丝帛是我出嫁之日父亲亲笔所写，是对我的嘱托。今日我将此物转赠于你，就如同父亲陪伴在侧，送你出家。吾之爱女，父亲虽常年征战在外，但你们都是父亲心头的牵挂与惦念。只愿你们此生安乐。今日你将出嫁，步入另一个家族，幸福与否需靠你自己，但父亲会是你永远的后盾。望他能懂你，你亦能懂阴晴圆缺。愿女与夫君携手白头。不哭了，这个是天王赏赐的西域送来的葡萄美酒，祝你们夫妻恩爱，永结同心。谢天王。我可不能把妆哭花了，待会儿还得去迎亲炉呢。多谢大姐与天王，我与杨坚先款待相邻，稍后自会去随国公府。皇后，您出宫多事，未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是否先行回宫啊？啊，不会误了吉时吧？姐姐放心，不会耽误。大冢宰到。大冢宰，每次都来得这般快，本宫都不得不怀疑，宫中是否有你的内应。3月未到，擅自出宫，身为一国之后，无视法度，不守旨意。王后自己有错在先，却还有脸质问于我？是天王准许本宫出宫的，本宫送亲妹妹出嫁，何错之有？你也知道本宫是王后，你一介臣子，对本宫大声呼喝，究竟是谁目无尊长，以下犯上？宇文护，你的所作所为，迟早会遭到报应的。王后再伶牙俐齿，也改变不了不遵守皇室法度的事实。天王也不能徇私保你。若说报应，你们独孤家落得今日之下场，莫非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？你妹妹今日能活着出嫁，实属不易。幸好杨家还有东西可以换，聪明人从此就该安分守己，不要惹是生非，自寻死路。一些雕虫小技，还是回去好好修炼吧。来人，在。请王后回宫，
是。王后，您请吧。伽罗，姐姐今日来，就是想亲自送你出家。如今你二人结为夫妻，姐姐心愿已了，也该回去了。你是独孤家最后的希望，好好活着。姐姐保重。王后，请吧。还未到吗？哎，可不是嘛！你看都什么时辰了，这杨坚迎个亲怎么还不回来？你说这伽罗家中已经没有什么姐妹妯娌了，难不成谁还拦着他不成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啊？不会吧？要不我派人去看看？还是我去吧，这里宾客众多，你留下帮忙，安抚好公主。嗯，也好。大冢仔，前事莫提。今日是我与杨坚的大喜之日，您既然来了，那便喝杯喜酒，吃口喜饼，沾沾喜气。这是天王御赐的葡萄酒，姐姐说这是特地从西域运来的。极为少见，一般人喝不到。哼，天王对你们还真是厚爱。我敬大冢仔一杯。大冢仔，您是怕我在酒中下毒吗？难道大冢仔以为我真的还会继续和您作对？不死不休吗？我随太祖打天下至今，大风大浪经历无数，与我作对之人还少吗？如今都化为一堆白骨了。此刻，王后还在回宫的路上，杨家正在迎宾，我还要感谢杨将军，加上他亲手奉上的2支精兵，如今从皇宫到整个长安城，尽在我掌控之中。我若有不测，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。既然喝了喜酒，那这喜饼也请大冢仔尝尝。想必您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为何对一个杀父仇人如此客气？很简单，姐姐虽然已经回宫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即便是天王也保护不了她。所以我只能求大冢仔您了。姐姐已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只希望她后半生无忧无虑，好好做她的王后。为此，我可以当过去一笔勾销，从今往后，大家相安无事。
大冢仔，请。宇文护，你奸猾一生，万万想不到，只有同时喝下这酒，吃下这饼，才会毒发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我若有不测，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。饼中一定有毒。有刺客保护大冢仔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不用管他，抓住刺客，要活口。宇文护，你这个奸贼！杀我夫君，夺我田地，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，你罪孽滔天。今日我杀不了你，来日你必遭天谴。五个人等，全都退出！不行，这些人必定与刺客有关，全部都要抓起来审问。不必了，这些人还没这个胆量。敢借婚礼行凶者，就在这堂上。来人，将此二人拿下！慢着，慢着！大冢仔，请问你有何证据证明是我们指使的呀？你们突然与公主同日成亲，又弄了这么大的排场，故意引我前来，分明就是阴谋。难道还想脱身？大冢仔，刺客已死，只是一个寻常妇人，他为何要杀你？刚才已经说得清清楚楚，是你晋国公府欺压百姓，害人在先，与杨家毫无关系。是啊，大冢仔，我们若真有暗杀之心，岂会派这样一个使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？况且，刚才她还挟持了伽罗作为人质，各位皆亲眼所见呀。大冢仔，您可不能妄加猜测呀。独孤伽罗，他究竟是谁？他必定是你独孤家的人，对不对？独孤家的人只剩下伽罗一个，相信这一点，大冢仔您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你说话呀！他人是死了，但我可以让他死无全尸。大冢仔向来斩草除根，岂会留我独孤家活口？我不知他是谁。大冢仔若有心对付杨家，用这样的理由，如何堵天下悠悠之口？你的嘴与你父亲的骨头一样硬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来人，在，将刺客的尸首带走。是。你不是硬气吗？他既然与你无关，你哭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他和我一样，都是受人迫害、孤苦无依之人。我为自己哭，有何不可？
在这长安城中，还有很多人与他一样。究竟是谁害了他们，害他们走投无路，以死抗争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恶到头必有报。大冢宰，刺客已拿下，即便死了还是可以查的。公主已等候多时了。既然二位口口声声说与己无关，那便赶快前往随国公府，成亲吧。独孤伽罗、杨坚目睹了这喋血一幕之后，我倒要看看，今日你们这个亲该如何成。这必定是一个让你们终身难忘的婚礼。伽罗，她是我大嫂，她是我大嫂。伽罗，我看出来了，杨家众人都在等着，你们不得不去。独孤家真的没了，但杨家还在。我不能倒下，我们一定要成亲。星都取消。是。有情况，赶快通知随国公。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是啊，真漂亮。恭喜啊！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啊？这吉时都已经过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哎呦，到底要等到何时嘛？大喜之日就如此待我，我以后要怎么把她当做大嫂看待哦？啊，公主，稍安勿躁，莫急莫气，稍微再等一会儿，就当是为了我吧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若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翻脸了。是，公主你最温柔贤惠了。心腹来了，心腹来了，郎中，心腹来了。好。伽罗，大嫂，你怎么走得那么慢呀？哎呀，走快一点嘛！公主，我等不及了。
杨福，行，交拜礼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便是我杨家的媳妇了。你们要好好对待妻子，夫妻同心，白头到老。我杨坚在此立誓，这一生只娶伽罗一人为妻，生是同欢同忧患，死亦同血不分离，矢志不渝。伽罗，无论今后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你以后也要如此待我。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。行，合锦礼。伽罗，回禀大冢宰，那刺客面目尽毁，没有武功，只是一个贱民，实在查不出身份。即便贴了告示，也无人认得呀。父亲，此事必定与独孤伽罗与杨家有关。早听我的话，将他们通通除掉，一了百了，哪还会有这些破事？大冢宰，那刺客的尸首该如何处理呀？扔到野外，喂狗。我大嫂呢？我们在靖国公府外等了几个时辰，终于看到了宇文护的手下将他的尸首抬出来。我们跟随至野外，将大嫂寻了回来。我想去看看他。伽罗，我们已经将大嫂安葬了。大嫂，你死得太冤枉了。若非我冲动行事，你也不会因为要救我而如此惨烈。宇文护羽翼丰满，硬拼只是徒劳。我已费尽心机，最后还要搭上你的性命，伽罗好悔。我们之前将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。宇文护如今必更加防备，想要除掉他，还需有全局的计划，一步一步来。若贸然行动，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的牺牲。如今我的亲人一个个离开，我一定要清醒，要理智，慢慢积蓄力量，要以正义令宇文护伏法，为大周除害。大佬，我们不该以命换命。以你我二人的命换那个奸人的命，不值得。伽罗，有件事情我早该告诉你，你大哥还活着。我大哥还活着？他在哪里？你莫着急，你大哥如今隐姓埋名，在调查宇文护一党的罪证。他再三叮嘱我，让我不要告诉你。他的本意是希望你能够为了独孤家，好好的活下去，保重自己，不要报仇。我会好好活着。大嫂，你安息吧，我一定会带大哥来看你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我们定会拿这个罪人的鲜血来祭奠你。听闻大冢宰前几日遇刺，为查明刺客身份，闹的是废反迎天，可有查出了什么？没有。天马，
但刺客如此胆大妄为。回禀天王，经秋官府核查，此案确系刺客一人所为，并无疑点。那既然如此，便可结案。众卿还有何事要议？如若没有，便退朝吧。且慢，天王，臣有事启奏。王后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是大冢宰，他正当着众臣的面逼天王废后。王后，奴婢去请太医。不必了，南枝，为我梳妆、更衣。是。王后并无过错，为何废后？王后屡屡犯错，先是为罪臣独孤信修墓立碑，违背皇室法度，被罚禁闭佛堂3月，此乃天王亲自下的旨意。可他却不顾禁令，私自出宫，踏足罪臣府邸，试问一个不守法度、失德败行的王后，如何母仪天下？天王，魏国公并未被定罪，修墓立碑、陪妹出嫁，皆是人之常情啊。是朕准许王后出宫的，王后并未抗旨啊。王后为了一己私念，祸主媚上，又使天王出尔反尔，朝令夕改。王后此举，将天王权威置于何地啊？欺君犯上，祸乱朝纲的人是你，宇文护。王后，朝堂大殿岂容后宫妇人涉足？来人，将王后请出大殿。大胆！天王还未发话，你区区一个臣子，竟敢发号施令！宇文护，你又将天王权威置于何地？你这还不是犯上作乱吗？王后，天王宽厚仁明，敬你是他堂兄，以礼相待。可人善被人欺，天王才是一国之君，而你却怀不臣之心，妄图凌驾天王之上，臣子霸政，架空军权，是为奸臣，其罪当诛。王后，一派胡言！天王，王后不遵祖宗礼法，后宫干政，请即刻废后。王后，你先回寝宫去吧，朝堂之事，朕自会处理。宇文护，我今日赶来，便没想过再居王后之位。天王，臣妾只想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宇文护他狼子野心，残害忠良。若是再任由他把持朝政，大周必定朝纲大乱，国破人亡。妖言惑众，来人，将他拖出去！住手！大冢宰，天王尚未发话，王后便仍是一国之母，岂容你如此对待？你知道什么？她病入膏肓，神志不清，还有什么资格再当王后？拖出去！王后，大冢宰，你……宇文护，你以为你真能只手遮天吗？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必定会遭报应的。天王，臣妾无能，不能再继续陪伴天王了。照顾好我们的贤儿，我们来世再见。王后，王后。王后，宣太医，宣太医啊！王后，你天王，千万别再君不君，臣不臣，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王。王后，
父亲，没想到我与阿爽不在的这几日，家里发生这么多事。皇后嫂嫂是个好人，你们若是不敢劝她，我去劝。来，让大嫂发泄一下吧。大嫂这样，会把自己累坏的。如今我们能为她做的，也只有不去打扰她了。都回去吧。走吧。大姐也离我而去了。大姐她有远见，有卓识，气度高华，只有她才敢做这样的事。她的作为足以流芳史册，我敬佩她。王后大义凛然，百折不屈之风范，人人称颂，万民同悲。母亲曾说，女人是水做的，可以最温柔，也可以最坚强。大姐，大嫂，从此以后，我独孤伽罗的命，不只属于我自己，我会为你们好好活着。伽罗，我觉得他们并未消失在这天地间，他们只是去了另一处。迟早有一日，你们会再见面，只是或许要再过几十年罢了。在这世上，会有人替他们爱着你，所以你也要好好的爱惜自己。伽罗，若你想念他们，就将这满天星辰当做他们吧。参见天王。参见父王。天王，臣弟知道天王悲痛难抑，更知天王心念王后。可天王是一国之君，不能不理朝政啊。大哥，难道你忘了身为天王的责任了吗？难道你忘了当年我们兄弟三人跟随父王东征西战的雄心了吗？难道你忘了父王对你的期望？记得那次狩猎，父王夸三哥勇武，夸我沉着稳重，但其实有勇有谋的却是大哥你呀。父王将铁弓赐给我，是因父王觉得以大哥你的才智，无需这把铁弓。阿勇要这弓没用，只有大哥带领臣弟，才能张弓搭箭，一统江山呐。如今太子殿下亦渐渐长大，看见天王如此行事，你让他以后如何效仿？天王，臣弟恳请天王重振朝纲啊！父王，母后临终前嘱咐你，一定要做个名副其实的天王，儿臣也希望自己的父王是一个顶天立地之人。母后说，若任由宇文护独大下去，终有一日他会害死儿臣。父王，你忍心看见儿臣
死在那个奸贼的手里吗？既然天王执意如此，臣弟也无话可说。唯愿天王还记得自己的身份。朕对不起王后，对不起父王遗愿，对不起我大周的子民。公元558年，周国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依旧全面掌控政权。王后离世，终唤醒了天王宇文毓的血性。他开始韬光养晦，表面仍为傀儡帝王，实则已开始准备一步步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。他选择从最不易引起宇文护注意的文化做起。独孤伽罗因愧疚于杨家为自己所做的牺牲，故自嫁入随国公府后，立即为壮大杨家而努力。在内，他勤学持家之道，将杨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；在外，则注重与长安文武官员诸家交好，但凡各家嫁娶、寿辰、天子等，皆一一记下，并备礼上府拜贺，以期改变杨家势单力孤的状况。同时，伽罗大力撮合杨整与蜀国公尉迟迥之女尉迟荣联姻。杨家得到尉迟家的支持，使宇文护有所顾忌，暂获一段难得的喘息之机。啊，父亲，你们都在啊？公主，快过来坐。静书，去帮公主拿个垫子。谢二嫂好意，可我还是要坐在我家三郎身边。你呀，还是与二哥好好坐着吧，是吧，三郎？珠儿，大家都在呢。这有什么呀？都是一家人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有什么好遮掩的？既然你不主动，那我主动便是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可不行，就该亲亲热热，是吧，二嫂？我与你二嫂啊，可学不来你们这样。我们俩怎么了？我们两家挺好的呀。郎主，这是此次退回来的礼品，是小司马家、贺将军家，还有无妨。先记录下来，放回库房吧。是。人参，大嫂，你送人参啊？哎呀，大嫂，你真是花钱讨没趣啊！外人不知道，定以为我们随国公府钱多的没处花，可谁知我们过的都是缩衣节食的日子呀。大嫂，我才嫁进来没多久，家用已经缩减3次了。那公主，您若是缺什么，我派人给您买去。不用麻烦你，给我钱就行。珠儿，伽罗虽然缩减了3次家用，但均是在我们衣食无忧的前提下缩减的。我们挨家挨户的给人送礼，看上去似是徒劳无功，但其实已经有一些士族在跟我们来往，相信假以时日，
一定会有成效。大哥大嫂，我知道你们想拉拢人壮大杨家，可是也要考虑府里的实际呀。正所谓礼尚往来，不能只有往没有来啊。府里的钱像水一样的往外流，没有几个人回礼也就罢了，还常常被人退礼。真不知道你们如何受得了这样的侮辱。反正我是觉得很丢人。今日种因，他日结果。今日未看到果，并非因错了，而是坚持才会有结果。半途而废只会前功尽弃。如今这世道，很多事情都不公平，路亦不可能畅通无阻。但是我们总得主动去争取啊，岂能放任不为呢？可是大嫂，别说了。他们送的礼物都被退回来了，我嫌丢人，他们偏不觉得丢人，还说什么脸面是小事。这个独孤伽罗倒挺能折腾的，他以为靠送礼拉拢关系就能壮大杨家呀，未免天真可笑。就是啊，而且大人公对他还是听之任之，也许是因为伽罗无亲无故，所以更心疼他吧。可是伽罗却不知分寸。一个富人家，整天在外面东奔西跑的，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。堂兄，你就放心，反正他也闹不出什么动静来。我有何不放心的？任凭他们如何巴结，也无人敢在我的眼皮底下与杨家交好。堂兄，你最厉害了，有谁敢不听你的话？不过，堂兄，杨家好歹是我的夫家，你也要手下留情啊。那个伽罗就是白花钱办傻事，他为了送那些礼品啊，不停地缩减家用，我现在连一盒国本果油霜都买不起了。堂兄，你看看我皮肤又粗糙了，又黄又干的，简直像个村妇一样。你当初不是寻死觅活要嫁到杨家吗？现在嫌弃杨家穷了？堂兄，你看我按时向你禀报，你是不是该奖赏我一点什么？感情你上我这儿着吧来了。好了，想要多少，到管家那儿去支吧。还是我对你最好吧。太好了，堂兄，你对我真的特别特别好。不过我们家三郎对我也是特别特别特别好。就是没钱。堂兄，你先忙，我去领钱啦。伽罗，杨坚，徐大哥，是有何变故吗？为何敢在此地见面？没事，你放心，是因为此处比较偏僻，较为安全。再来，城外离随国公府太远了，担心来去耗费太多时间，让人起疑，所以有劳你跑一趟。你考虑周详，那我们日后就都约在此处。我们既然认准了这条路，就要齐心协力地走下去。不管有多难，我相信，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。你们如此有信心甚好，但凡事都需适度，不必过于用力。你是指我们拉拢朝臣之事？我们确实一直在做，但成效不大。宇文护老奸巨猾，杨家的行动还是循序渐进为好，否则会引来他的反击。机会总会有的。薛大哥，你今日来一定带来了什么重要消息吧？北国王子阿什纳殿爵欲来大周借兵，他想联合大周攻打齐国。我想趁此机会与北国人合作兵器生意，如此一来可充盈我们的资金，以便召集更多的人手做事。还有一件事，是关于你大哥的。我大哥怎么了？他安好，而且事情已取得进展。之前我们发现宇文护有一处隐秘的冶金铸造工坊，守卫森严，很有可能是其核心所在。如能查获，我们便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来揭露宇文护及其同党的罪行。现在你大哥已乔装混入，下一步便是要取得宇文护手下2个管事监商的信任。
快起来！快点！往那边啊！走快点啊！走快点啊！这个放那边去。 快点，快点，别偷懒！快点！大冢宰到！大冢宰，天王匆匆召我进宫，有何要事？这是北国的来信，北国王子阿史那殿决欲向大周借兵攻打齐国。大冢宰，请过目。天王以为如何？朕以为我大周刚与齐国打完一场硬仗，人困马乏，需休养生息。休养生息？天王难道不清楚我大周与北国的强弱局势吗？北国强于我们太多，他要我们打齐国，若我们不打，将来他们打的就是我们。当初大周与北国联姻，我便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大冢宰的意思是，此仗非打不可。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这场仗，想不打都得打。总有一日，我大周会强大到，让他北国不敢如此轻易对待我们。那大冢宰认为，这次派谁出征比较合适？这个就用不着天王操心了，我自有安排。我听说最近天王频频在临直馆与众公卿学士一起研习啊。想必大冢宰也是知道的。朕自小便喜读书写文，朕与学士在临直馆校勘经史，只是兴趣所致。大冢宰若不喜欢，朕不做便是了。你是天王，你愿意做什么，便做什么。朕能力不足，能做的太少，还需仰仗大冢宰。曲调倒是有模有样，不过却少了我北国乐曲特有的气韵。鲁国公夫人，请坐。你找我来，不会只是想让我听你弹奏乐曲吧？这次请鲁国公夫人前来，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确切地说，是想与你共谋一事。我与你能有何事可谋？共处宇文护。你疯了！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难道你之前还未吃够苦、受过罪？多少人受你牵累，你还嫌不够？再说是你要报仇，与我何干？若这件事情跟鲁国公有关呢？若是还跟大周、北国还有天王有关呢？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与他们有何关系？我听说，令弟，北国王子，正在前往大周借兵的路上。若他能要求宇文护出征，那么宇文护一旦离开长安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。调虎离山。若是宇文护一旦出征，少则几个月，多则1年半载都有可能。届时，天王便能趁机培养势力，夺回王权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对大周，对百姓皆有好处。更何况你的夫君，能有更多的机会施展拳脚。这宇文护虽然心狠手辣，可论打仗却算不得好。他若配合北国出征，这若是拖累了北国，若是宇文护被要求出征，以他的性格，定会带上最好的精兵良将，因为他一旦输了，不仅自己没有颜面，还会被北国问责，所以他定会竭尽所能地打赢这场仗。我曾听父亲说过，北国可汗一直反感宇文护在两国来往中表现出的强势。若是天王掌权，必定会采取较为柔和之策，这对两国都有好处。可此事事关重大，我虽是殿爵的姐姐，也未必有把握说服他，所以不能直说。该做的都写在上面了，何去何从，尽托于你。我尚未答应你，你莫对我抱有太大希望。客官里边请啊！嘿嘿嘿嘿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小二，客人来了，招呼着。嘿嘿嘿。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知你要来大周，迫不及待来见你，便前来迎接。姐姐，你对我还是这么好。自从姐姐嫁入周国，我便时常想念姐姐。你在信中常说自己过得很好，但我没有亲眼见到，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。那你现在亲眼看到了，踏实了吧？姐姐更美了，我放心了。对了，父王他还好吗？父王身体虽大不如前，但雄心壮志还在，一心想扩大北国的疆土。你也知道，这是父王多年来的心愿。莫非你此次前来也是为此？啊，你不必回答了，我知道，我现在也是大周之人。我可以理解。姐姐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有什么不能与你说的？再说你很快就知道了。父王此番派我来，便是要连州攻齐。齐国仗着近年来国力强盛，便常常与我们发生冲突。父王认为，若再听之任之，便是长敌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故而想给他们个教训。这样一来，即便一时灭不了他，也能让齐国元气大伤。原来如此，父王有大志。你们此番出征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我有为你们祈福。哎，这大周的妙善庵十分灵验，我带你去拜一拜吧。你不是一向信佛吗？好。天王驾到，北国王子到，参见天王。众卿免礼，赐座。大冢宰，您请上座。哼，什么身份便要坐什么位置。这臣子若坐在君王的位置上，岂不是君臣不分了？是。大冢宰为我朝宵衣干食，劳苦功高，理应上座。大冢宰，请。
我劝公子定要与最强大、最有权力的人合作，才能功成归来。有道是，山高云雾漫，只有拨开云雾，方能见红日。公子，可要睁大眼睛，好好看清楚啊！这个国家最有权力、最强大之人，不就是连天王都要礼让3分的大冢宰吗？天王果然是知礼、明事理的好君王，所以才有诸多忠臣良将跟随于您。想来此番我来周国的目的，诸位都已了然，所以我想知道，今日在座的哪位大将将与我一同发起？天王心中是否已有定夺呢？大冢宰，您觉得呢？臣以为杨将军乃最合适的人选。可我听说杨将军手中的精兵都已经交给了大冢宰，如何与我一同伐齐？那王子认为谁是最适合的人选？你。我？正是大冢宰。大冢宰手中兵多将广，曾经也是战功赫赫。正如天王所说，大冢宰勤于政事，以大局为重。所以我相信，大冢宰与我一同发齐，定会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仗，为你周国赢得胜利。可是，这大冢宰不会是不愿意帮我北国这个忙吧？我父王说了，这一仗只许胜，不许败。若是你们周国没有诚意，随便派个人与我出征，打了败仗，那我北国先前与周国约定的10年内互不侵犯的承诺，这诚意怕是要减半了吧？这是威胁呀！看来大冢宰要是不答应，殿爵不会罢休啊。听殿爵这话，若是别人打了败仗，以后便有理由进犯我国了，真是无耻。哼，那恐怕这笔账要算到大冢宰的头上了。既然王子已经开口，那我岂有不愿之理？好，大冢宰果然是爽快人，那就有劳大冢宰了。来，期待二位凯旋。来，我敬大冢宰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母后，今日师父夸我的剑术又有了长进，可惜你不在了，我剑术再好也没法保护你了。而且，他们说那个奸人宇文护要父王甄选新后，父王也是迫不得已。母后，你莫要怪父王。待那个新后住进来，这里便不再属于母后了。儿臣也不能再来此处与您说话了。母后，参见太子。姨母免礼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也是因思念母后而来？我找天王商议事情，刚好路过这里。太子，你常常来此处与王后说话吗？太子，以我对王后的了解，她若在天有灵，定不希望你如此。为何？太子也知道，宇文护要天王甄选新后。听说
那宇文护的外甥女也会来参选。以你之见，这王后谁会当选呢？定是那宇文护的外甥女啊。若是你天天来思念你的母后，被宇文护的外甥女知道了，她定会不高兴的。她若是对宇文护说些什么，那你和你父王的处境就会危险了。那我该怎么做呢？或许你该学学你父王，以退为进。没错，伽罗说的对。参见天王。参见父王。你立的大功，免礼吧。大功。天王是说，这事成了？依你所言，朕在国宴上处处捧高宇文护，殿爵王子很快看出宇文护的地位，主动要求他出征。宇文护迫于压力，只好答应。伽罗，真是多谢你，朕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回天王，其实伽罗并没有做什么事情，真正成就这件事情的，是天王你呢。不必谦虚了。来，这块令牌赐给你，见令牌如见朕。日后你若有事，可随时进宫，朕必定全力相助。伽罗，当初没能保护好独孤家和你姐姐，是朕之过。朕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，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天王，如今是新的局面，一切是新的开始，天王不必再为往事神伤。这块令牌，便是朕行使王权的开始。朕要你替你姐姐看着，朕如何夺回王权，做一个真正的天王，成为你们的后盾。伽罗，今日宇文护答应出征，你立了大功了。此事还要多谢你的夫人，是她说服了殿爵王子，若没有她的倾力相助，此事断不会成功的。你找过他？其实他是个识大体的聪慧之人，我只不过晓之以理，只说若是将宇文护调离长安，将利大于弊，他立刻就明白了。其实我觉得在他心里，他已经完全将自己视为大周之人，所以才会全力的帮助天王，也是为你考虑。你不用总是把功劳推到别人的身上，我知道出主意的是你。我只是希望你看到他的好。伽罗，无论如何，我总是希望你能过得好。谢谢你，我一切都好。我要回府了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请。那就真没别的办法了。哎呀，可这圣意难违呀！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去了回不来，回不来。父亲，若父亲真不想出征，干脆就装病不去吧。糊涂！你以为旁人都是瞎子呀？若装病之事被北国知晓，到时候就是北国联合齐国一起攻打我大周，你想让我成为千古罪人吗？再说一统天下，不单是太祖的心愿，也是我的心愿。如今北国势力正盛，借北国之手灭掉他国，不是正好消减了我大周的隐患吗？至于我们和北国的恩怨，总有一日要和他们清算。父亲说的是。现在还是好好想想，我离开长安后，你们如何看住天王吧。大冢仔，云禅姑娘到了。
云禅，衣服好。你是结巴？不，我不是，我一紧张便会结巴。你怕我吗？别紧张。我不紧张。如此岂能成为一国之后啊？哎呀，真是可惜了这副花容月貌啊！父亲，除了表妹之外，天王爷不敢选别的女人当王后吧？是啊，大冢宰，若只是因为紧张才会口吃，倒也无妨，多加练习便可。那也不能让人诟病啊！立刻通知大宗伯，在我出征之前，必须选出新后。啊不，让云禅当上新后。是，我即刻去办。云禅，你不必紧张，你是我的外甥女，在大周，所有人都会敬你怕你，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做王后。进宫受训不过是走个形式，你只需好好学，不要给姨父丢了体面便好。是。伽罗，我在更衣啊。你害羞什么呀？没有，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做成这么大的事，为何不告诉我？他果真还是跟你说了。我是听到王兄和伽罗说话，他还说要多谢你呢。是他出的主意，我只不过是照做而已。他倒是会说话，还很会做人。你不必多疑，他确实说是你的功劳。我可不敢当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也很是惊讶，一个女人竟谋划如此大事，将大冢宰都玩弄于股掌之上，我也不得不佩服他。他说你心向大周，深明大义，你们两个女人呢，还真是惺惺相惜啊。阿佑，其实我是为了你。我已在大周安家，这个家是你和晕儿的，我对晕儿视如己出。可是如果我能为你生一个我们俩的孩子，自然最好。今天去妙善庵，弟弟他也有心为我求子，我知道这一切也都要顺其自然。阿佑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从此再无可能。深情不及久伴。我知道，或许我不及他聪明，可是我对你的心意无人能及。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天塌地陷也都无惧。我倾心对你，也希望你也能温柔待我。
知道你的好。但你不是我想要的他。情爱里无智者，有些事情可以习惯，而有些人永远也放不下。人最难骗的，莫过于自己的心。把箱子打开吧。啊，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二夫人，二夫人好。大哥大嫂，大公子，大夫人，各位先生好。过几日天气或会转凉，大郎特地为各位添置了些衣物，以备所需。大公子、大夫人体贴周全，天未凉，已已到。诸位都是我杨家的客卿，理应好好照顾大家。我张健说句由衷之言，这长安城的豪门富户，就杨家对我们这些门客最好，尤其是大夫人，待我们如同亲人一般。是。诸位离家在外，必定常思念家人。若诸位能够把我们当作家人，那也是我们的福气，请不要客气。是啊，大家别光顾着说话了，快请那边领衣物吧。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来，过来。谢谢二夫人，谢谢，谢谢。给。蓉儿，这位是前几日新来的客卿陆作谦。陆先生文采斐然，才情出众。原来是陆先生，有礼了。二位夫人不必客气，能为隋国公效力，是在下的荣幸。看我这个真没错，真的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找我的，蓉儿，我好想你啊！你为何会来杨府？你到底想做些什么？蓉儿，我只是太想你了，我想见你却苦无机会，我只能用此办法混进来。可是我已与杨整成亲了，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你不要再做纠缠了。可你真的爱他吗？自古婚姻都是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，更讲求门当户对。左谦，你就当是我辜负了你，只要无人察觉，你赶快离开吧，好不好？赶快走，赶快走！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蓉儿，我知道这不是你心里话，你相知相爱的人是我，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年少轻狂，哪懂什么是爱？左谦，如今我只想做个贤妻良母，女人名声最要紧。让我留下吧，至少我们可以时常见到。我保证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知晓我们的关系。夫不贤，则无以育妇；妇不贤，则无以事夫。夫不育妇，则危仪废缺；妇不事夫，则义理堕却。各位都说说，所言何解呀？你来说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女子应该听丈夫的话，不能不听话。此话之意为，
丈夫若是没有贤德，则无法驾驭妻子；妻子若是不贤惠，则无法侍奉丈夫。你们可都记下啦？原来是个结巴，最简单的话也一窍不通，乡下来的吧？貌美又如何？你瞧他那身衣裳，怪模怪样的。就是，小声点，小声点，人家可是大冢仔的外甥女。哎，对了，姨母，前几日别人送我一把好剑，曾听母后说过，姨母以前也喜欢舞剑，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看。好啊，姨母自从出嫁之后，便再未使过剑了。待会儿让我过过瘾。好。姑娘，为何在此哭泣？我难过，我想家，想父母，便忍不住哭了。你难过什么呀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帮你去教训他。不，没有人欺负我，只是我自己太笨，什么都做不好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每个人都不应该自卑于自己的短处，应该多看到自己的长处才是。哎，看你身上这件衣裳，纹饰很特别，甚是好看。这说明你眼光独特，是别人所不及的。真的吗？这身衣裳是我在家中自己做的，这布是我自己染的，花也是我自己绣的。旁人都说奇怪，只有你说好看。若是我还能在家中每天做衣裳，那该多好！现在却要进宫竞选王后之位，我一点也不喜欢，可又不得不听姨父的话。你姨父是谁啊？大冢仔。大冢仔？那你放心，你肯定当不上王后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宇文护的人，我父王绝对不会选你。太子的意思是，你若不想当王后，没有人能勉强你。太子，你该念书了，走吧。徐大哥，我们已经设计让宇文护离开长安，你那边如何了？如今兵器生意已取得进展，我们的人手也在不断扩大。待宇文护一走，我便着手部署大家赶往全国各州郡，去调查宇文护党羽的贪腐及其他罪证，先将他的党羽一个个铲除。宇文护再树大根深，若是没了党羽爪牙，也终有变瓦解的那一日。现如今还有个问题，以我对宇文护的了解，即便他人在战场上，也仍然会随时盯着朝中，继续控制长安。当务之急，需尽快找到可信之人，随其发起，监视其动静。若有任何变故，立刻回报给我们，我们才好及时应对。可是哪里去找这个信得过的人呢？伽罗，我可以啊。我以士兵的身份隐藏在千军万马之中，很难被发现。即使被发觉了，我相信我也有办法与他们周旋。可是我觉得不妥。伽罗，没什么不妥的。你可还记得我曾与你说过，之前我跟智仙师太四处云游，见到过不少百姓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是那般无助，那般绝望，不只是因为天灾，更是人祸。在很早的时候，我便告诉我自己，若有机会帮助他们，我定会鼎力相助。如今这个机会就摆在我面前，我想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你有如此大志，我定会支持。但有个人，他未必能答应。胡闹！
你们呢？谋划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何不事先告知我？万一出了纰漏，让那宇文护知道了，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啊？还有你，竟然想着要跟那宇文护出征，还要监视他。届时被他发现你在他的军中做一个小小的兵士，他不怀疑你的动机才怪呢。要知道，那可是战场，刀剑无眼，凶险万分。你想打探他的消息实属不易，可是他要加害于你，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。父亲，昨夜我也经过深思熟虑，我也有我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志向啊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让你出征的。这盘棋太大了，你们必须好好的想清楚，不要做下棋的人不成，反倒成了别人的棋子。都回去歇息吧。父亲，我去看看他。去吧。父亲从小就教导我，要忠君爱国，为百姓谋福祉。可为何他儿子选择从军的时候，他却要反对呢？因为，他不仅是大周的随国公，更是你的父亲啊。作为父亲，最关心的便是子女的安危。他自己可以去尽忠报国，但是，若要他以子女的性命作为代价去救国救民，即便是圣人，也会犹豫的。那你为何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我呢？因为我是你的妻子，我可以跟你同生共死。记得吗？你跟我说过，不能同生，唯愿共死，忠贞不渝，永不变心。夫君如此，为妻一世，请夫君喝了这杯和情酒。夏洛，